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感觉到自己很累、很乏，即便什么事不做，身体都特别的感觉疲劳？其实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就是湿气在里面作怪。湿气重的人其实你要分辨起来真的是非常简单。首先，你把舌头伸出来，舌头上面如果白如霜，而且这个舌苔特别的厚，旁边两侧有齿痕，这个都不用跑了。都是湿气重，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出来的这些东西，有的朋友他出来的比较结实，而有的朋友他出来的是黏黏糊糊的，像水状一样，这些都是什么？湿气在里面作怪。湿气只要一重，人就会感觉到特别容易没有精神。这种情况你记住一句话，叫做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很多朋友被缠着5年甚至10年以上的都有，而且都是反反复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今天教你一套非常牛的方法。这一套方法分为上下2步，你把它两者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些湿湿水水一概不留。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脚底上面就有一个开关，叫做涌泉。那么我接下来先从动作开始演示。首先看一下咱们的涌泉在哪里。涌泉者，足心也，这个就是涌泉。然后我们要去怎么做呢？把你手掌中间的这个点叫做劳宫，劳宫对上你的涌泉，另一个手把我们的手掌中间的劳宫对着我们的足背，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搓拉。就这么去做，所有的朋友们，你记住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去做？晚上去做，而且我们这个动作只是一个前奏，你需要把涌泉这个口打开。你记住一句话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泄，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散。涌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它里面不仅仅可以把我们的湿湿水水请出来，还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阳往上升。我们手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讲白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心肾相交就这么去搓。你搓上1分钟，你会发现额头后背发热，脚底发热，这就是涌泉这个口给打开。但是光打开没有用你光打开以后，你还得用我们接下来的方法记住这个方法是一套的，成体系的，帮助了很多人1+1大于2。我们这样搓，大家跟着我搓完1分钟以后就能感觉得到。所有朋友们，你记好，搓的时候一定是来回这么去转只要你感觉做了1分钟，脚底热起来了，额头后背有一些微微的出汗，这就已经打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下一个步骤。脚底搓完发热以后，大家记住，这叫升法，就是用你自己的能量把它升起来，但是这个能量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请一些外援。这个外援叫什么？就是扶阳七君子，听名字就感觉非常厉害。什么叫做阳？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和我们的湿湿水水是相互制约的，就相当于我们只要把阳只要上来了，太阳高照，这些东西它都藏不住，都怎么样？悄悄的溜走了。但是反之，如果湿气成型，成这个乌云密布，把我们的阳光遮挡住，那么我们的阳就上不来。所以当我们自己把阳上来了以后，再请一些外援扶阳七君子以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些藏在里面的老的一些湿湿水水，老的这些寒的冷的都把它。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人身体上面湿气一重，就会变得又虚又懒，而且身体还特别容易发胖，体质变弱。老古话说的非常好叫做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这个湿气为什么难除呢？因为湿气是一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不断的产生。湿气不仅仅和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和节气有关，而且呢还和我们的体质强弱有关。我们如果身体上面的湿气不及时的去除，那么身体当中的湿气就会一直困扰着我们身体上面的健康，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运化，而且还会使我们整个人变得懒惰，没有精神，身体上面虚弱发胖。其实咱们的身体上面藏着8个祛湿口，这8个祛湿口非常的重要。只要把这个8个祛湿口打开，那么湿气就会从这个祛湿口当中排出去，身体上面没有湿气了，就会变得清清爽爽，人会变得特别的轻松。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8个祛湿口，让你的身体
更加的好。好了，我们现在来看方法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让身体不再堵，身体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强壮。这2把经络拍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从上至下依次来讲这8个祛湿大窝。第一个当属我们的腋下。大家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腋下是出汗最多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们排湿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同时呢，腋下穿行着大量的这个神经血管，包括里面还有淋巴，所以呢，这个点非常重要。现在呢，我们手持2把经络拍利用它的一个拍子的弹性去进行轻轻的击打，每一下2下你看1、2、3、4、5、6、7、8你看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手抬起来把腋下完全暴露出来，同时用这个经络拍的这个弹性你看轻轻的击打在上面，就这样反复多次的咱们就这样去做一般来说，我们去数拍打个80下到100下就这样去拍。拍起来的时候有一些酸，有一些胀，有些朋友因为长期堵着，所以这里呢拍起来它都会有些疼。自己呢平常没事也可以在这里揉一揉。如果你发现这里一摸起来特别的疼，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要把我们腋下的这个祛湿口及时的疏通。好了，腋下讲完了以后，第2个祛湿口是哪里呢？我们说手肘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个手肘它也是一个窝，我们称之为肘窝。这个肘窝其实拍打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肘肘窝看暴露出来，手肘伸直，用拍子你看1、2、3、4、5、6、7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像缠腕把这个手腕你看一旋，1、2、3慢动作给大家看，我们就这样轻轻的拍打，很有节奏的。我们甚至做的时候，可以为了锻炼我们的腰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你看旋转起来，给大家做个完整的演示。1、2、3、4、5、6、7，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下敲的时候都是让我的肘窝完全的暴露，身子呢，你看可以微微的往前倾一些就这样去做，拍打起来酸酸溜溜的非常的舒服这2个大窝你拍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上身的经络也通了，而且手上的一个气血循环会变得更好，手上感觉微微的发热，是非常的舒服第2个窝呢，就是我们的肘窝，也建议大家去拍上50下到100下。现在咱们来讲第3个窝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腹股沟也就是说我们大腿根部，你看腿这样一折，你看这里有一个沟，咱们称之为腹股沟。这个腹股沟非常的重要跟我们的这个腋窝可以说是在同一条线上面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这个腿脚不好，腿脚气血循环不好，包括着它这里穿行着很多重要的一些血管，所以呢，我们这个里面一定要把它拍通你看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腹股沟完全的暴露出来。什么叫完全的暴露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微微的你看往外顶胯，同时把我们的脚尖你看往外打开一些你千万不能什么呢？把脚尖并起来然后呢，同时这个腰是弓着的，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这个沟给藏起来了。我们怎么把它打开呢？你看脚尖微微朝外，同时膝盖对着外面，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胯部往前顶一些然后来看1、2、3、4、5、6、7就这样去拍。这个拍起来的感觉是非常酸爽的，因为很多人长期久坐，导致了身体上面气血不循环，最容易堵着的点就是我们的腹股沟。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姿势把它摆好，然后呢胯往前一顶，我们就轻轻的这样去敲打在敲打的时候不仅锻炼了我们的手臂，同时把腹股沟拍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膝盖你的脚底都会微微的发热。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通呢，我们的下肢的气血循环也就好了我们就这样去拍。你看拍的时候你看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省力，就是拍子敲击上去以后，你看一绕，你看手肘这样一绕，绕过来，第2下、第3下、第4下、第5下拍子和我们的手去拍有本质性的区别。我们手去拍的话，它只能打到我们的皮，打不到里面深层的肉，开不了经络。但是拍子不一样，它这个做的非常的结实，所以呢，我们拍的时候你看
它的这个声音啊和包括这个击打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建议大家准备2把拍子啊去做啊，效果更好。好了，最后一个窝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窝啊，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国窝啊，这个点啊。这个点啊，其实有一句话啊，叫做腰背尾中求。咱们的国窝啊，也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尾中啊，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其实很多人啊仔细去摸，它这里啊是凸出来的，有一根大筋在这里，而且呢，长期凸出来就会导致我们的下肢啊它会肿胀啊。所以呢，我们去做我们国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大家从后背演示一下，这里呢是最难放松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正常用手做。啊，我们容易把我们的膝盖怎么呢？一打膝盖就弯了啊，容易受伤。同时呢，这个膝在下面，我们自己做也不好做，用这个拍子就非常容易解决了。你看，我们这儿站直啊，轻轻松松啊，就把我们的肘啊给它拍通了。啊，你其实还可以顺带着什么呢？把我们的啊整个大腿后侧啊，你看拍个啊30下左右，慢慢往上移，啊，再拍一个30下左右。慢慢往上移，啊，把我们大腿后侧啊也给它拍通，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我们做的时候啊，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啊它是有弹性的，所以呢，去拍的时候呢，只要轻轻的把我们的手腕，你看这样一抖啊，它就可以轻松的把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国窝啊给它拍通，啊，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去湿8窝，每天坚持去训练，其实累积起来啊，不超过10分钟，你就能让你的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干干净净。同时呢，这8个窝打通了，你身体上面的气血循环也会变得更好，身体啊变得更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准备经络拍的时候啊，一定要准备2把。为什么呢？一把经络拍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它没有办法编排出动作。但是2把经络拍不一样，咱们可以把它编排出更多的动作，从而达到既锻炼了身体，又疏通了经络，让身体啊更好，充分的发挥这个经络拍的一个价值。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同时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的身体上面藏着8个祛湿口，这8个祛湿口啊，每逢到了春夏之际啊，就会完全打开，排空身体上面的湿气。湿气大家都知道啊，湿气越多的人，那么他的身体啊就会越虚，身体上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毛病，而且啊浑身没劲，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有些朋友啊还特别的嗜睡。这8个祛湿口啊，可以说和我们的湿气啊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在春夏之际，如果这8个祛湿口堵了，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排出体外。所以呢，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动作，就是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8个祛湿口。这8个祛湿口打开以后，让身体里面的湿气啊排得干干净净，浑身上下清清爽爽。好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如果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啊跟着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结实，而且非常的耐用，专门疏通我们身体上面的经络，把堵的地方变得更加的通畅。居家备上这2把以后啊，健身通络非常的好。首先，我们从上到下去讲这8个祛湿口啊。首先是我们的腋下，大家会发现啊，一到夏天，很多人的腋下都容易出汗啊，出汗的地方最多。所以呢，腋下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祛湿口。我们怎么去打通呢？非常简单，手臂抬起来，用这个拍子看，1、2、3、4、5。大家注意啊，做这个动作细节是什么呢？拍子打过来，你看我这手啊有一个挺胸的细节，直接敲打上来，要把我们的腋下完全暴露出来啊。做动作的时候啊，一定要有节奏啊，不能为了光拍而拍。当你的腋下堵了以后，我们朋友啊拍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啊，感觉拍得起来有点疼，有点刺刺挠挠的感觉啊，这个呢就是堵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经常每天啊去拍上个50下，把腋下这里可以打通，那我们的祛湿口啊就能完全打开。好了，腋下讲完以后，就是我们的手肘。手肘这里啊非常的重要，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啊，你看我们的手啊自然往前去放开，放开以后呢，用拍子，你看。身体的一个扭动啊，带动我们手腕的一个转动，你看，自然而然就打在我们的拍子上啊，手就这样环绕，轻轻松松就把我们的手肘和腋下这2个祛湿口啊给打开啊，就这样去绕，
非常的简单，依然每天做上50下到100下，你会发现打通完这2个去湿口啊，整个人啊会感觉非常舒服啊，身体上面感觉特别的畅快。好了，我们再讲下面的4个去湿口，非常的重要。腹股沟这里有大多数的人啊都是堵的，你可以用手啊去摸一摸啊，是不是感觉里面有一些小筋结、小疙瘩啊？这里啊，只要你长期久坐，我们的气血啊过来，因为腿是折着的，就不容易流通。腹股沟一堵，你的下肢、腿部都容易堵。所以呢，我们一定用拍子啊去击打我们的腹股沟啊，反复的击打，来回的进行一个敲打。在敲打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转胯。大家注意看，这是转胯啊，拍子敲打下来，转胯去做一个迎击啊，把2个力量合二为一啊。你看，1、2、3、4、5、6、7、8、9、10啊，每一下要拍的结结实实的。大家从侧面看我的动作，每一下都非常的有力。看，1、2、3、4、5、6、7、8、9、10，每天拍上50下，你的腹股沟啊就会被打通。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腘窝。腘窝啊，就在我拍的指的地方啊，也是我们腿部弯折的这个点。这个点啊，很多人啊都是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是很少有人啊能够触及到的，也很少有人会去主动的给它做一些疏通。我们用拍子啊，只要站着啊，手自然下垂，你会发现啊，这个拍子就抵在我们的腘窝处。我们只要来回反复的，你看拍打就可以了。手交叉的往前去拍，这个拍子啊，它有一定的弹性，所以我们不需要弯腰，只要站着收腹啊，把拍子放在这里，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敲打，做一个50下到100下就可以了。做的时候啊是非常轻松，而且非常简单的。很多朋友腘窝不通，所以打起来的时候啊，它的感觉里面啊会发胀、发疼啊。这个呢，就是因为你的腘窝啊太少疏通了。这几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记下来，然后收藏下来这个视频，每天啊就坚持的去练。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上面这8个去湿口打通了，经络疏通，气血通畅，整个人啊湿气没了，身体啊是既轻松而且还强壮。好了，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咱们的经络拍啊一定要准备2把，一把的话呢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拍拍打打，它编排不出动作；2把的话才能把这个经络拍的性价比啊发挥到最高，编排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夏天到了，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4个字，叫做扶阳祛湿。就这4个字，只要你把它做好了，你会发现这个大水袋啊里面的水啊就存不住了，慢慢的就流出去了。其实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啊，咱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都懂。那么夏天咱们怎么做呢？来，我给大家分享2个方法啊，这2个方法都非常的棒。一个呢就叫做拍8虚。那么拍8虚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无非就是8个窝。那么以前的人认为啊，这8个窝啊都是一些蓄水池，咱们只要把这8个窝给它打开了，那么这个水啊自然而然就流出去了。那8个窝是在哪里呢？首先你先跟着我去做啊，咱们一边做一边讲啊，双手肘窝啊这样的。你看，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呈空心状态，你看1、2、3、4，这么去打啊。这个手啊慢动作就是这么放，然后慢慢的我们做习惯了以后，把我们的身子微微往前，整个人的肩膀是前后晃动。你看1、2、3、4，做快一些，就这样，身子晃起来，用你的胯部开始摇，把这个动作做好。这样去做，每天去拍上一个100下。双手肘窝拍完以后，我们还有第2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到我们的腋窝，双腋窝。怎么去拍也非常简单。你看，我们把手啊抬起来，把这个腋窝暴露出来，手一定要成什么样？手要成为一个空心状啊，握着拳啊，半握空心状。你看，听这个声音，这么去拍，每天50下啊，单边50下，把它拍开，从我们的肘窝到我们的腋窝啊，就这么去拍。双手肘窝拍完以后，就拍双手腋窝50下啊，跟着我去做，慢慢感受一下啊。打开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当你的肘窝和腋窝都拍开了，然后就到哪里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窝，是不是？很多人感觉啊，我站起来以后平平坦坦的。你别忘了啊，咱们究竟是站着多还是坐着多？大部分人啊是坐着多。那么坐着多，腿一折，你看这里有个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腹股沟。那么就这个沟，我们把我们的你看腿一折，这里就有一条线，看到没有？我们就把双手你看也是空心状态，就这样。从侧面看，把我们的腹部收紧，这么去拍。
慢慢的拍下去。手是什么样？呈空心啊，你别啊做的时候，你这个手啊就呈实心的。那么拍下去的时候，你看这个声音是发闷的。我们手声音一定要是什么？这样的声音，听到没有？把这个动作做好，手往下挥打，同时腹部收紧啊。做的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有一些微微的顶胯迎上去，这么去拍，把它拍开。这个动作我们也依然是50下，2个手一起去做。再后面就是到我们的双腿后侧了，这个叫做国窝，我来演示给大家看。那么双腿后侧的国窝呢，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在拍的时候，身子微微弯曲，把你的2个腿啊，一定要向内夹，有点像那个咏春的姿势。为什么呢？向内夹形成一个三角形，即便是我这个腿啊一拍弯了，你整个人是稳定住的。如果你这个脚尖朝前，你这么一拍，人可能一站不稳啊，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双脚向内，把它抱住出来。啊，后面看一下，啊，就这么拍，拍开。一般去做上一个50下、100下。当这8个窝打开以后，你应该浑身上下都出了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8个地方啊通的，而且你做完以后啊，整个大汗一出，酣畅淋漓的，非常的畅快。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法。说完了第一个方法，咱们还有第2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一样在户外多晒晒太阳。你要知道啊，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早上10点钟、11点钟，这个时候的阳光啊是非常棒的。咱们小区啊，最近有一群大爷大妈，每天早上啊，我就能看到啊，在天台上面就趴在这儿，就在这儿晒太阳。那么大爷呢，他是把整个背啊露出来；那大妈呢，她一般是头上蒙着一个毛巾，背上就不露了啊，就这么趴着，一边晒一边聊天，感觉非常的惬意啊。其实晒太阳这个啊，从以前开始，很多人在夏天都会去晒，但是咱们晒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把我们的这个位置啊，给它去怎么样，把它包上，留我们的大椎在后面给它晒住啊，头上给它包住。一定要记住，因为有很多人啊，他平常是比较弱的。这个太阳的光呢，以前把它称之为，你看在天上啊，就像火一样那么热，所以叫做天火。这个火呢，一般人如果你弱一些，它不一定能受得住。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其实看似简单，实则呢，我们每天不要过超时啊，每天就再晒一个10分钟到15分钟，甚至可以咱们一边锻炼的时候一边晒。比如说像我现在背对着太阳，然后呢，我一边晒太阳，一边把我们的手啊去敲击我们的肾腧这个位置。你看咱们就这样啊，踮着脚去敲啊，非常简单，对不对？就背对着太阳，每天就这么踮着啊，把你的腹部收紧，把我们的肾腧这个地方撞一撞，这么多敲一敲，撞一撞，你对着太阳，这个一个夏天你只要能坚持下来这2个习惯，咱们先讲的这个拍8窝啊，就是也就是说拍8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晒太阳，这2个习惯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不一样。这就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都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大家不要错过了，错过今年的夏天，那么也就只能等到明年的夏天了，因为季节这个东西啊，它过去了它就回不来了。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